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跟我们互动，表达您的观点与看法。好来，欢迎今天3位来宾。首先是钱立伟，林芳委员，大家好。另外，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喜勋老师，大家好。还有淡江大学战略所副教授林颖佑老师。何荣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在上个礼拜，我们都看到了美国迅雷不及掩耳的对委内瑞拉出手了。那出手之后呢，现在外界关注的除了格陵兰、除了加拿大之外，还有包括古巴以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伊朗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目标呢？在伊朗呢，现在看到民众最近是纷纷上街抗议一件事情：通货膨胀，因为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通膨的怒火也像燎原一般的延烧到全国各地。而英国媒体《泰晤士报》就报道说，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86岁的哈米尼已经准备好要逃往俄罗斯寻求庇护。但更棘手的是，以色列的安全内阁也传出，正式批准代号叫“铁拳 ”（Operation Iron Strike） 的军事行动，研判美国跟以色列联军可能在72小时之内会对伊朗发动突袭。而在台湾这边，我们的国防院研判呢，就分工来说，认为以色列打击目标应该是以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有伊朗的防空武力为主。顺便也钳制他们的地面部队，而美国呢，则可能比照委内瑞拉的精准斩首模式。这个报道言之凿凿啊，把分工之如此精细都列了出来。现在看起来，这个军事冲突真的是很难避免了吗？委员，对于以色列来讲，这个是个难得的一个良机啊，正好是一个机遇，因为它伊朗内部出现问题了嘛，因为对以色列来讲，他以前最大的敌人是埃及，是叙利亚，可能还包括像伊拉克这样。可是这些国家现在基本上都对他构成不了威胁了，但是呢，在过去的这个大概20几年来，对他真正构成威胁的，坦白讲，应该是伊朗，因为不管是哈马斯，不管是真主党，不管是福塞组织，也门的福塞组织。这后面的主要的金主跟武器的提供者大概都是伊朗，所以他觉得要把伊朗灭掉，尤其伊朗是拥有制造核子武器的潜在能力，听说现在大概高浓缩铀有400公斤，所以他给他很短的时间，他可以造出来，就有核武威胁。对，所以以色列觉得这个是摧毁伊朗对他构成威胁的那个力量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啊，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你能够对伊朗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你说斩首式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我相信他有能力。但是如果说要对这个国家完成相当程度的占领或是派一大批的部队，不是全面的占领，至少对德黑兰进行某种程度占领，我觉得不太容易了。是，因为毕竟这个。伊朗有1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8800万人，这个是一个大的国家，没有错。很多人民，包括行政官僚，都对这些教士为主的这些掌管大权的这些宗教领袖是非常的不满。但是你的外国的力量进到里头去要攻击他的时候，我认为他们的。要去帮助以色列的可能性，坦白讲不是很高，因为这里要注意的一件事其实是俄国，因为俄国跟伊朗其实靠得很近了，里海中间只隔一个亚塞拜然。对于俄国来讲呢，你吃掉了委内瑞拉，现在你要把伊朗给整得很惨的话，那我请问你，那我怎么办？这就是我想要继续请教您啊，就是你怎么看？就是因为我们讲伊朗，它毕竟不是委内瑞拉，您也提到了，不管是在文化上也好，宗教上也好，都是非常迥异的。那我想问的问题是，那接下来呢？如果真的以推翻神学式政权作为现在的主要目标，推翻了以后，美国自己也有前车之鉴啊，有了伊拉克，有了阿富汗的前车之鉴，他怎么去处理后面的 afterward 后面的部分呢？这个是很对，你讲这是非常好。像伊拉克，它就什叶派占多数的这样一个国家，你美国现在还在当地在周遭驻扎大批的美军，所以他现在就就范了。
你美国慢慢你军力如果退却的话，伊朗长期来看，就那个伊拉克是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伊朗了。所以那伊朗又比伊拉克要大了更多。所以你即使你把这个神学式的政权给搞垮了哈，就这些这个宗教狂热的这些教派把它搞垮，但是我认为那个官僚系统留下来那些官僚系统，他们把伊朗把它稳定下来以后，他们依然不会跟以色列妥协。是，我认为这里面有宗教的问题，有历史的问题，还有很现实的，就是真主党跟他们的历史关系不容易切断，是，包括哈马斯，是，而且就已经有潜力可循了。所以林老师又怎么看呢？因为其实这个你到时候像是真的，如果像是一个马蜂窝，你捅了以后呢，这接下来要收拾的烂摊子非常的大，怎么办？英国媒体中东之眼呢，先前其实也曾经爆料，他们就发现说，在半年多前，伊朗跟以色列停火协议签署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呢，中国大陆就向伊朗紧急交付了大批的防空导弹系统，而被认为呢可能是红旗9B，交易的方式更是采取石油换武器的模式。那么伊朗呢以价值20亿美元的石油换取中方的歼20隐形战机，还有 HQ9 防空系统，还有就是歼14雷达。好，那么我要问的就是这些中国大陆制的武器系统，如果真的是如同媒体报道，那它能够为伊朗的防御甚或是在攻击上面提升多少的战力？我觉得我们这边要先把它分开来看。第一个的话是它的一个战斗机跟它的防空系统，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先说这个战斗机好了。这一边的话，报纸这一边的一些媒体说是这一个歼20，我觉得歼20机会不大，因为歼20的话，今天其实中国它自己生产的量，它自己都没有完全去换装了，还来不及去换装。那你说还要现在全部把这些歼20送去给伊朗吗？因为其实对我们对中共的一个武器的一个研究的话，它现在是什么？研发一代，自己使用一代，外销一代。现在外销的话，它还会不会先是以歼10或其他像之前我们看到的这印巴空战嘛，是以歼10这个系统为主的？那你现在就要去卖出歼20吗？除了电子作战的压制之外，也会去大量出动先进的一些战斗机。所以其实就这样子来看的话，它的一个跟我们很难去从印巴空战，它或者是委内瑞拉来去做一个比较，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会不会变成一场又是中美制造的武器的一场实测大比拼哈？刚刚老师提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也特别想到说，这次大家在讨论委内瑞拉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说什么中制武器都没有发挥效果啊？别忘了，武器是人操作的啊。也有阴谋论，不是说这个里应外合之说嘛？哈，就是说这个飞弹也好，防空系统也好，都没有起作用。那如果是人不去让它起作用，有没有可能呢？这也是大家在事后呢多所讨论的。好，那现在说到了刚才提到了 F-35啊，是美国最先进的飞机啊。美国政府有一个问责署哈，最近有一些相关的报告哈，令人玩味啊。因为呢，这个报告就指出，美国空军 F-35A 的妥善率在2023年度只有51.9%，就是刚好过了一半。那数字呢，远低于美国国防部所设定的80%到90%的目标水准。也就是说，平均每2架当中就有1架 F-35没有办法在最佳状态下升空，所以情况显得相当严峻。而妥善率下降的因素呢，最主要是零件短缺跟维修延宕。F-35目前所采用的是由这个参与研发还有制造的各个国家彼此来调配零件的供应机制，但是实际上的情况却是呢，零件维修的时间太长了，导致库存耗尽的情况不断的发生啊。所以简单来问，这个 F-35大家都现在说是在6代机之前，起码是5代机的最强空战战机，可是就面对到这个妥适率的问题啊，蔡老师，您觉得这个问题有解吗？那问题如果说放在日方来讲的话，他们可能会去想办法做一个解决。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跟美国买了147架，F-35A 的话是105架，F-35B 是42架。那 F-35B 是要放在加贺号跟出云号上面。那我们知道日方他们在维修上面的话虽然是非常的强，但是他们还是要去做这一个方面的一个努力。这个努力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地方去看得出来，叫做马毛岛。马毛岛的话，也就是 F-35A 跟 F-35B 他们做训练，或者是说战时会发生什么战事的时候，整个都会移过去那个地方，那个是我们可以去观察的。那这个观察的话，我们也看到大陆的军方嘛，他们最近也有注意到这一个点，所以他们最近经常去
不是只有去什么东海照一照，他去了大隅海峡，也就是在鹿儿岛附近那一个地方，他们会去观察。所以这个的话，当然日方的话也是去做一个努力了，他们自己有所谓的三菱重工，三菱重工的话也是希望跟他们做一个合作，而且我们看到。日本跟美国的一个强项会稍微有点不大一样。美国的话，它做一个很先进的东西会很快，可是他们在维修上面来讲，就会有一点点的不是那么样的积极。那这边会有日方去补这个不足的部分吗？这是日方他们希望去做的，因为我们刚刚所说的，他毕竟跟他买了147架，因为他自己有实际的使用需求。一个需求，如果这个147架，你如果说只有一半能够起飞上去的话，对他们一个作战能力会有很大的一种影响。OK， 那您怎么看？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之前也请教过您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说，英国、意大利、日本3个国家共同组成的战机合资企业要打造的是6代机而且是逆踪战机，这个全球空战计划。那如果现在5代机面临到零件维修时间延宕的问题，6代机的话，是不是应该及早的去思考呢？日方的话，他们确实有在做这一个努力了，但是的话，这跟5代机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因为5代机的话是 Made in America，6代机的话基本上是由日本主导的 Made in Japan。日本他们所擅长的就是一个品质，就好像我们所说的Toyota 生产系统，这就是1980年代的时候为什么会打败美国的一个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日方他积极想要自己有一个主导权，不能够说所有的武器都跟美国买，因为我跟你买的话，不是只有硬体的问题而已，而且美国并没有把真正的软体整个都移交过去。我跟你买的硬体，我没有一个软体的话，我也不行。所以他们自己希望能够打出一条路出来，但是。在这条路的话，跟5代机有一点不大一样的地方是，5代机的话是你飞机不上去的话，武器不能够打出去，不管是飞弹，不管是所谓的炮弹，不管说你一定要飞机要飞上去。但是6代机的话，它是一架飞机上去，它会带很多的无人机。无人机我们可以讲，它就是一种消耗品。消耗品的话飞出去没有带回来的话，这个不会有太大的一种问题点。那没有问题点的话，它的良率自然会从 Made in Japan 他们所擅长，会把它做得非常好。这个是我们不同的一种想法。是。那不同想法的话，我们又会可以看到，因为做了6代机，最重要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晶片上面，因为我们知道日本跟台湾的关系非常的好嘛。那非常好的话，这个晶片的取得上面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点。所以 Made in Japan 的品质这2个字是他们所挂保证的。所以不管是 Made in USA 或是 Made in Japan 其实刚刚提到了5代机也好，6代机未来的这个先进的逆踪战机也好，大家除了比拼的是科技之外，也比拼的是刚刚点到了一个重点，制造能力。马上回来。